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This is Business 海总。想要获取更多变富资讯的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想比99%的人更富有，那么2024年有6件事情是你必须停止做的。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而我将告诉你应该避免做哪些事情。如果你能做好这些小事，它将会积累成为巨大的能量，最终直接影响你的资金账户。特别是最后3条建议，我认为它们尤为重要。事实上，最关键的不是你的策略和投资，而是你选择的一些习惯。这些习惯是绝大多数有钱人拒绝选择的。第6个习惯，停止用时间赚钱，开始用思维和头脑赚钱。当你用时间赚钱时，你的增长是线性的。权威机构统计，普通人每年的薪水增长通常只有3%到4%，特别是现在很多公司还保证不了每年的固定增长。但你用头脑挣钱时，你的潜力是无限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受时间的限制。让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当你用时间赚钱时，你能做的只有关注你的工资，最多可以加班来获得加班费，而这一切都是单一劳动付出，这也是增长最慢的方式。在它之上，就来到了逐渐运用思维和头脑赚钱。下一个层次是获得目标奖金。当你主动完成某项重要工作时，你可以获得按小时支付以外的项目奖励。再往上，我认为是管理奖励，也就是你领导同一小组的几个员工共同完成某项任务获得奖励，而不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当然，在这之中，你需要付出你的管理才能。最后，也就是获得公司的股权，可以获得整个公司的收入分成。在这部分，你需要付出其他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单一的劳动时间。在这里，我的建议是，一开始你可能需要通过自己的专长或者技能来解决一些问题，但随后你就要学会组织他人，把和你具有同类技能的人组织在一起，分小组的完成同类客户的问题。再之后，你就要花一定的时间，把你们为大家解决问题时的经验总结出来。它可以是一串视频、一组课程，也可以是一本电子书，也可以是一个流程图、一种产品，持续的售卖这些数字产品，这样你的时间就会同时出售给很多人。这意味着你不用亲自应对所有的客户，而是让你的产品去应对，你赚到的钱会呈现指数增长。这就是你如何通过你的头脑，而不是通过你的时间来赚钱。第5个习惯，停止生活的一团糟，否则你也会一团糟。当谈到你的办公桌时，你如何保证能够在你的办公桌前提高工作效率？研究表明，拥有干净工作空间的人，工作效率要比那些办公桌凌乱的人提高了94%，因为凌乱的办公桌往往让人感到沮丧和疲倦。原先的我就是这样，认为办公桌上堆着各个文件能够让我更快速地找到它们。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让我的思路在各个未完成的工作之间游走，分散了我大部分的精力。那么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其实保持办公桌整洁很简单，只需要早上花5分钟，晚上花5分钟。当你开始工作时，要先整理好桌面。如果桌子上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必须在一天结束之前清理干净。我每天都会把桌子清理干净之后再关闭电脑。我还喜欢在工作开始时喝一杯咖啡或者泡一杯茶，有时也会点燃一根檀香，因为我喜欢这些仪式感。我会准备一支笔和一张纸，每次都会使用，因为有些临时绘画用笔记录起来会很方便。一旦养成了这些习惯，你就会拥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空间，你的大脑就会受到训练，来到这个环境就会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如果你想致富，首先要清理你的财务。如果你想提升工作效率，就从整理办公桌开始。清理办公桌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提升效率的法宝。下面我要说第4个习惯。第4个习惯是克服帕金森定律。你必须要缩短从思考某件事到行动的时间。1955年的时候，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希利尔·切斯古德·帕金森在《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幽默的论文，其中写道：同样是寄出一封明信片，一个大盲人只需要花3分钟，但一位闲来无事的老太太却需要1整天的时间，包含1小时找明信片，半小时找眼镜，1个半小时写卡片，20分钟决定是否要带雨伞出门，等等等等，不自觉就创造出了许多无关紧要的支线任务，直到一天结束。帕金森举的例子虽然很极端，但是却反映出了职场上现在常见的一些情况。当一个人可以运用的工作时间越多，效率就会越低，反倒是越临近某个任务的截止日期，越能高效的产出。帕金森定律，无人能够免疫，需刻意的对抗。当我们接获一个任务的时候，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要完成，而不是必须花多少时间。
你很可能将帕金森定律的成为它的受害者。在这里，我的建议是要简化工作程序，区分轻重缓急。许多人困在不必要的工作细节中，未必是因为懒惰，反而是因为过于完美主义。构思的时间远远高出了行动的时间，导致工作流程过于复杂。任何事情都有轻重缓急，每一件事都需倾尽全力，其实是缺乏策略的表现，也容易沦为穷忙。当你接获了任务的时候，先不要以工作截止日期为目标来规划，而是先自行评估要达成目标需要多长时间才符合效益。你会发现，某些工作应该投资的时间远比想象当中的更少。当目标过于远大的时候，人们很难掌握进程，导致帕金森定律趁虚而入。因此，高效工作者都懂得如何拆解目标，设定可视化的小目标。那么，如何克服帕金森定律呢？我的做法就是打破了常规。我们经常在回复邮件时，给自己预留了太多的余地。大家总是说我下周回复你，或者我过几天再说。但在我的公司或者我个人的工作当中，我不允许这样做。相反，我会问自己，如何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就把这个邮件回复好，而不是7天。这样我就不需要比竞争对手更聪明、更富有或者更好，我只需要更快的行动。我会记录好每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比如说15分钟任务、2小时任务，然后不断地询问我的团队，你在这个任务上花了多少时间？这样你就限制了任务所需的时间，并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截止日期。这也是我认为克服自身和团队拖延症的最好的办法。第3个习惯，要对各种小任务坚定地说不。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手指被 A4 纸割伤了一个小口，它虽然不致命，但会让你流血，对吧？这个感觉很不好。但再想象一下，当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同时还要完成多项其他的任务，这就像你被划开的小伤口，一遍又一遍。每次你对一项分支任务说可以，你就会消耗一点能量，分散一点注意力，失去一点点专注。我意识到我对太多的事情说可以了。过多的任务就像手被划出的小伤口一样，它会慢慢消耗我的能量和注意力。当你对太多事情说可以时，你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分散注意力，降低生产力。我们总是在自欺欺人，认为我们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认为我们是可以一心多用的天才。但研究表明，当我们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时，工作效率平均会降低40%。每个人都是这样。但问题是，你要怎样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全部任务，履行好自己的任务承诺？我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例如，我的周3是开会日，我会把1周的会议集中安排在周3，哪怕我需要安排10个小时的会议，这样其他的日子里就不会有临时会议牵扯我的精力。同样，在周3，我也不会缺席我的每个会议。我会在周2的日历上安排具体任务，比如说寻找合作方或者写自媒体的文稿。在周2，我只专注于这些任务，不做其他的事情。当我们给自己做出这样的规定时，通常能够很好的避免其他的小任务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下面我要说第2个习惯，对自己做出承诺，停止依赖动机，开始依赖纪律。动力是转瞬即逝的，它来了又去。如果你依靠动力，你永远不会完成任何事情。动力就像一个超级有趣的朋友，只要你们愿意，他们随时都会出现。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们会玩得很开心，但大多数的时候，当你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会让你去玩。纪律不如动机有趣，他们一点都不随和，他们可能会很无聊，而且他们从不害怕用冷酷的事实打你的脸，但他们是可靠的。当你需要他们时，他们总在你的身边，他们对你有最大的兴趣，他们希望看到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你看，动机和纪律的区别在于，纪律是可以学习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而另一方面，动机更像是一种你无法控制的冲动。动机会随着时间递减，比如你喜欢一件事情，你对它的热爱程度会随着时间从10分降到8分、6分、3分，而纪律会随着时间递增。如果你坚持让自己严格完成某件事情，那么第1天你的纪律性是1分，第5天是3分，第三天可能就是9分。那么第1天你的纪律性是1分，第5天是3分，第10天可能就是9分。它是越来越强的一个状态。即使在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任何的进步，但是在你感觉不到的地方，纪律性正在增强。比如我的朋友，有的坚持写作10年，有的坚持每天健身，一共坚持了15年。他们依靠的绝不是最开始的动机与冲动，而是长期的纪律性。这里我有一个专注套装，也可以推荐给你们：一个本子、一支笔、一杯咖啡、一个降噪耳机或者耳塞。
这样我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听音乐，这是我需要专注做事的前提准备工作。对加强自己的纪律性和执行力，我有2个规则可以和大家分享。规则1就是5秒原则。你的大脑每天都会做出很多的决定，而你无法控制这些决定。但以下是如何破解你的大脑，开始控制这些决定。每当你不想做需要做的事情时，从5开始倒计时，然后站起来做。当你从5开始倒数时，你可以帮助你的大脑专注于你的目标，而不是被周围的事情分心。很简单，对吧？我用它起床，而不用闹钟。当我只想待在家里看 Netflix 的时候，去健身房，甚至当我被一个很艰难的商业决定困住的时候，与其告诉自己明天再做这件事情，不如从5开始倒计时。规则2就是只做15分钟。一旦你从5秒倒计时开始，不要想你真的不想这样做，告诉自己你只会做15分钟。我是认真的，这就是一切。设定一个15分钟的计时器，15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停止。听着，这里没有严格的规则。如果你准备迎接挑战，你可以设定20分钟的计时器，或者你可以告诉自己只做10分钟。但有趣的是，无论你为自己设定什么时间，一旦你开始行动，你可能会在定时器结束之后继续前进。这对任何事情都有用，这可能是家务活、准备演讲、写论文，或者是报你的税表，什么都可以。但只要告诉你的大脑，只要10到15分钟，你就会看到你到底走了多远。相信我，大多数的时间你就会在计时结束之后继续前进。老实说，你不总是想去健身房，不总是想做家务，也不总是想为会议做准备。事实上，大多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想躺在那里刷刷短视频呢，刷刷社交媒体，刷刷无聊的网页，无所事事。如果你想成功，你不能依靠你零星的动力，相反，必须建立你的纪律。不要为了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而放弃你最想要的。如果你能实践1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你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最后一个习惯，停止无效社交，要与优秀的人同行。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圈子的力量不容忽视。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与身边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甚至是成功与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据著名的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满意度，还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职业成就。与其停留在无效的社交圈当中，不如主动出击，去结交那些真正能够激励你、支持你成长的人。改变自己的圈子，意味着我们要勇敢地脱离那些消耗你时间与精力，却无法带来实质性进步的关系。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友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人互相激励，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通过慈善事业共同影响了世界。巴菲特曾经说，与比尔的友谊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投资者和人。真正的朋友不是那些让你停滞不前的人，而是那些不断推动你向前，让你变得更好的人。我曾经就有过那么一个阶段，当我和身边的朋友每天吃吃喝喝，却没有新鲜的信息源头或者更深层的思维交流的时候，那时我意识到，是和这个圈子说再见的时候，我应该去追寻更高的平台和有效的社交。在心理学上有个有趣的效应，变色龙效应，又被称为无意识模仿。这个效应是指人们在社会交流时会相互无意识地模仿对方的一些动作、表情还有行为。这在个体的社会认知、角色扮演、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优秀的人同行是迈向成功的重要一步。当你身边充满了积极进取、智慧卓越的人，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视野还有行动力都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得到提升。吉米·罗恩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你是与你相处时间最多的5个人的平均值。你的性格、爱好、兴趣、价值观等都会和你相处时间最多的这5个朋友很像，甚至是你拥有的财富、你的智慧也都会与这5个朋友很相似。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从改变自己的圈子开始。不要害怕脱离那些无效的社交，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腾出空间，迎接那些真正能够帮助你实现梦想的人和事情。